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健身。今天是2025年9月8号星期一。之前买的这一台暴力风扇，它的机壳断掉了，应该是3D 列印的，只是没想到又没多久它就断掉了。然后它的电条烧掉了，所以我又重新上网买了新的暴力风扇。今天我们再来做开箱。这次一次性买2台暴力风扇，这一台是50韩道的，做工看起来应该还可以啦。这一台是70韩道的。这一次的插孔我买的2个是不一样的，这个是木田的，这个是德伟的。他有送一些配件，我有加过一个网子，因为他说70韩道的风力比较强，建议我要加装，所以我就多买了一个网子。这个应该就是这样子。感觉还不错，这样子吹，一般来讲应该是用这样子就可以了啦。因为我是在去打球的时候将球场的草吹干净，小的也是。我会买这一家最主要就是因为它有分享它每一个韩道的电条的规格，像这一个应该是60A 的电条，这一个是80A 的电条。所以它是针对电机大小下去做电条的搭配，那配件都有了，我们直接来测试机器。材质应该也是3D 列印的啦，不过它是一体的，不像我之前那一台它是分开的，所以应该会比较好一点。只是希望电条不要再烧掉了。小台的这一台，它的吹力，这是官方的介绍说明。吹力可以到1200克。这一台就是装木田的电池，装不进去，看一下是哪里卡住了，这边吗？见鬼了，6.0的才装得上去吗？这个吹起来比我之前买的那一台的感觉还要好。那我应该带这一台就可以了啊，这一台比较小台。球场的话，应该是这一个会比较适合，反正我就都带去了。它启动的声音，我个人觉得还蛮好听的。这一台我就是因为看到它有这一些配件，我才购买的。它的介绍的页面也是非常不错。这一款它可以搭配各种大厂牌的电池。有3种吹嘴可以更换。其他的相关介绍，因为是在淘宝购物的，所以计价单位为人民币。这是之前跟另外一家厂商购买的价格。这次购买的价格比上一次购买的价格还要便宜一点。这边就是我平常来打球的地方。中安路篮球场，今天的落叶不会很多啦，那边比较多一点。等一下我们测试一下。我的习惯来就是会把一些落叶啊，把它吹干净，这样子打球比较不会滑倒。那我们先用这一台50韩道的暴力风扇来进行测试。这一台吹起来的声音还蛮好听的，吹这边看看。接下来我们换这一种加长的配件。那这一台加长圆筒的配件，它效果还是不错的。OK。
OK， 接下来我们用这2台来进行重量的检测。我们先测一下电池的重量好了，大概610克，这个大概612。那我们测量一下这瓶水壶，大概749、750。那目前测量起来，它们俩的数据还是蛮接近的，所以这一台电子秤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接下来我们就用这一台电子秤来测量暴力风扇的风压值。这种电子秤它也不是很标准嘛，所以我们就是做一个参考就好。这一台暴力风扇它总共有3个配件，那我们依序来做个简单的测试。那我这边是用木田 6.0 的电池，已经有充饱电了。那我们先不装任何配件。大概在860克左右。接下来我们换上短的圆筒进行测试。大概在830克左右的风压。接下来换上长圆筒。最大应该是720公克左右的风压。接下来我们换上扁头的。大概在630克左右。初步测试起来还是没有任何配件的情况之下，它的风压是最大的。那我之前那一台就是大概650的风压左右而已，这一台会稍微比较大一点点。配件的部分就是看环境使用吧，它是比较集中式的风压，然后比较分散的风压。那我个人目前在使用就是直接用没有配件的下去吹的效果就已经很好了。那我们最后来测一下空机的重量，空机的重量大概260克左右。最后也附上这一台机器的相关规格。虽然我们自己测试的一些数据跟卖家所展示的数据有一些落差，可能是因为我们测试的平台或者是仪器不太一样，那也没关系，最主要测试起来整个感觉这一台机器还是不错的。那我这一篇50韩道的暴力风扇开箱测试分享影片就分享到这边为止。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敬请订阅和分享，谢谢。